谁能想到，我这个威震东南亚的白龙帮帮主，1年前还只是一件弱小到任人宰割的货物。拜见帮主。这娘们儿细皮嫩肉的，看着像个千金小姐，不会惹什么麻烦吧？放心，他父母都没了，翻不出什么水花来。姐姐，谁让你妈死得早？现在爸也没了，你就只能任我们宰割喽。薛婉婉、柳如烟，只要我今天活下来，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人肉展示架，好好表现，说不定今晚就有金家爸爸连你一起收了呢。欢迎来到今晚的拍卖会，现在展示第一件拍品：清代老坑兵种正阳绿翡翠项链，起拍价20万。现在只有这个机会能跑出去。他要跑，快抓住他！我居然能看到这些物品的价格。臭丫头，想跑，老子弄死你！哪个不长眼的敢对老子开枪？周天赋，周天赋，敢来我沈思恒的地盘闹事，你活腻味了？这什么运气，居然被我遇上了白龙帮2大堂主黑吃黑现场。姓沈的，你们站着拍卖场也够久了，赚的钱是越来越少。你以为白爷还能忍你多久？像你这样不守规矩的人，白爷又能忍多久？好，规矩是吧？那就按规矩来。你老子当年靠一手鉴宝术拿下会所，我们就赌鉴宝。这是收藏家协会的陈老，就由陈老裁判。这是我最近收上来的藏品，其中混有几件赝品，两位可各自选定一件，价高者胜。姓沈的，你赢了，我把最赚钱的产业给你。我赢了，你除了要交出会所，还要跪着舔我的鞋。可以，但如果我赢了，我也不只要你的产，你还要跪下来喊我爷爷。是真品，价值500万。这人居然拿了件假货，要是输了，我岂不是要落到那姓周的手上？风浪越大鱼越贵，或许我可以帮姓沈，然后让他放我离开。等会儿，那个瓶子是赝品。姓沈的，你这货不怎么听话呀，还敢在这儿多嘴多舌？把他舌头割了。我还以为只有姓周的不是好人，原来姓沈的也没人性。沈先生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的会所就要售出去了，到时候大家都没好下场。你凭什么说那个瓷瓶是赝品？这瓶子做工精美，一看就是现代工厂批量生产的工艺品，最多价值1500块。胡说八道！一个蠢女人能懂个屁呀！老板，别被她骗了，我看还是杀了她省事儿。贱女人，你疯了！哈哈哈哈！姓沈呐，你花大价钱请的专家，还不如一个小丫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给我个解释。老板，老吴他就是一时看走了眼，肯定还有更好的。对，老板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找。还赌不赌了？不赌，赶紧把地盘让给我，别浪费老子的时间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再选错，你就把命留在这儿。老板，看纹饰和工艺，这应该是汉代的顶级礼玉。老吴可是咱们的老长眼，之前只是一时失手，这回绝对没错。
确实是汉玉，但和对面的比差得有点远，大约价值300万。你少在这瞎说！老吴都说了，这可是国礼级别的顶级玉器，起码价值1000万。它确实只值300万。你敢不敢跟我赌？如果这块玉璧价值1000万，就砍断你的手脚卖了你！如果是我说对了呢？那我也打断手脚任你处置。你干什么？再拿放大镜看看。这是……看到了吗？很明显的贯穿伤，虽然修补过，但你应该知道，汉玉尤其是礼玉最重完整性吧？确实只值300万，这条裂纹影响了它的价值。我说过，再错一次，就让你把命留下。老板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！经理，你想赖账？什么赖账？我可没同意老吴说的。臭丫头，不就是运气好蒙中的？你在这嚣张个屁呀！那你有本事也蒙中一次啊！这个女人，没想到还真有点能耐。沈先生，我可以帮你赢下赌约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放我离开这里，还有，我要钱，要很多很多的钱。我也有条件，我要你来帮我选对赌的藏品，选错，你就去死。只要能拿到钱，离开这里，我就能靠自己的透视能力发展壮大，还能打脸薛婉婉和柳如烟，向他们复仇。为什么这个梳妆盒的信息和其他宝贝不一样？标价是60万加1000万。希望我没有信错你，否则帮派集会的时候，沈家所有人都会被其他堂口所鱼肉。不行，不能让这丫头成功，否则我死定了。老板，这女人根本没有鉴定师的资格，你真的要把沈家的未来都压到这女人身上吗？沈先生，你的手下怎么都不听你的？把东西放下。老板，我还有个条件，他刚刚威胁要打断我的手脚，那要是我赢了，我就要他也被打断手脚。放心，只要你帮我赢，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丫头，你这回看走眼了，这梳妆盒只值40万。不可能，这盒子少说价值1000万。透视能力不会错，那问题就在梳妆盒上。还价值1000万？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老板，我就说不该信他。哈哈哈！姓沈呐，你就不该相信一件货物。等等，加上这个呢？就算加上这枚金钗，也只值60万。沈思恒，看来你要输了。你耍我！我没看错，这盒子里有东西价值1000万。少拖延时间了，姓沈的，乖乖把地盘交出来。就是他了。这是战国九山纹铜镜，这种花纹的铜镜存世极少，价值1000万，不可能！看来我才是最后的赢家，周老板，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？这可是我名下营收最高的休闲会所，姓沈的，你最好能守住它。周老板，还有让我喊你爷爷，你做梦！
老板，老板饶命啊！我知道错了。拖下去，剁了他的手脚，当做货物卖给他。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，跟我做事。先帮我做最后一件事，我自然会兑现承诺。我要你帮我挑一件古董，在帮派聚会上送给白龙帮帮主。白龙帮帮主，那不就是沈思恒的老大？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贵、最精美的文物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就是他了！这是汉代的错金铜博山炉吧？这得上亿了。天父啊，你有心了，这博山炉可是当世孤品，放在我这里也是吃灰，送给白爷您这样的英雄才最合适。还得是你周天父会说话。白爷，这是我偶然得来的山酒画，我想着白爷会不会喜欢，就拿来了。这是八大山人的画作。阿强也有心了，我很喜欢。白爷，这可是我特意找人去波尔多给您寻来的82年拉菲，您尝尝，绝对和您以前喝过的酒不在一个档次。说的好像白爷没喝过好酒似的。白爷，沈家现任堂主沈思恒到了。这沈思恒架子可真大呀，让我们一屋子人等他一个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到底还是年轻，没规没矩的。沈思恒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才来？还带着不三不四的外人来。白爷，是思恒吧？咱们很多年没见了，来，让我看看。这丫头是？她叫薛宝儿，是我新找的长眼，有点本事，我就带她出来见见世面。长眼？她不是你会所的货物吗？哼！白爷，这女人就是一件货物，根本没资格进咱们堂口。沈思恒把这种人带进来，简直没把您放在眼里。周老板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欠我一句什么？白爷，我会所那面价值1000万的铜镜就是他鉴定出来的。你会鉴宝？略懂一二。哈哈哈，不用谦虚，能赢过天父，你就不是略懂。沈思恒，你这头一回来堂口聚会，不知道给白爷准备了什么见面礼？对啊，周老板可是送了白爷上亿的博山炉，不像某些人来开堂会连礼物都不带。这就是周天父送给白爷的礼物，博山炉。怎么还有零有整的？不过看你那么抠门，我就放心了。周堂主，您这礼送的可真大，西汉错金铜博山炉，华国冀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世间仅有一件。您这件是真的，莫非博物馆那件是假的？少血口喷人！这就是民间流落的珍宝贝，汉代的御制用品，老子专门托人找到的。就是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不过是运气好，瞎蒙中了一回，真把自己当什么鉴定专家了？你懂个屁的青铜器！你知道什么叫错金铜吗？你见过这么绿的包浆吗？我怎么瞧着这包浆像是上周的呢？要不周堂主给博物馆打个电话问问，确认一下。姓沈的，你存心的吧？故意让这个女人在这闹事，就是为了让我在白爷面前丢脸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怎么就是闹事了？你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脸吗？白爷，这沈思恒好像还没献礼，我看他空着手，不会是什么都没带吧？堂口聚会要给白爷带礼物，本就是惯例。小沈啊，你这也太散漫了点，怎么能不带礼物呢？谁告诉你们我是空手来的？这么大，什么玩意儿？思恒啊，你这红布下面到底是什么？
各位，这红布下面的东西可比在场任何一件礼物都值钱。切，唬谁呢？还比在场任何一件礼物都值钱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是越来越好奇了。一块石头，就这也太儿戏了！死丫头，你不会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博白爷一笑吧？还一块石头比在场所有礼物都值钱，我看你亦有取死之道！丫头，你胆子倒是挺大。你知道欺骗我的代价是什么吗？欺骗您？我可没有欺骗您。这块石头确实如我所说的值钱。小贱人，就算这块石头再大，你就是把它吹出花来，它也只是一块石头。沈思恒，就算你没能力弄到贵重的东西，也不该这么糊弄白爷吧？这明显是对白爷不敬啊！沈思恒，你不会早就对白爷不满了吧？不行，现在沈思恒可是我的大老板，不能放任他被欺负。两位老爷子，这石头值钱不值钱，又不是你们说几句就能改变的。我亲自长的眼，我能不知道？有点意思啊，丫头。那你说说，这石头有什么玄虚？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石头要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那你就得把手脚和眼睛留在这里。白爷，我可以保证，他鉴定为真的东西都不会进。这块石头是玻璃种皇家紫翡。什么？玻璃种皇家紫翡？那可是非常稀有的翡翠品种。我听说这个品种的翡翠原石曾经拍出2亿天价。是这样没错，而且我们的礼物不止于此，就是它了。你耍我？一堆石头？那可不是普通的石头，那是能让我一夜暴富的石头。行，我叫人搬走它。你最好没骗我，否则……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对了，老板，那片工地是咱们的地盘吗？这里是帮派交界，3不管地带，你平时没事不要来这里。3不管地带，这么大一片翡翠矿脉，居然没人要？那个废弃工地有一个中型翡翠矿脉，总体价值至少600亿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本事？去，找人开始，顺便查查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是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懂赌石？我看你就是在瞎说。我是不是瞎说？开石结果就能证明。白爷，我保证一定能出货。我赌你这块石头出不来货。那个废弃工地也没有矿脉，要是有，我周天富就直播全堂口裸奔。白爷，出了，真是皇家紫翡。白爷，出了，真是皇家紫翡。哈哈哈哈，果然是玻璃种皇家紫翡，还是极品。这皇家紫比我上次在拍卖行看到的还正，那块原石那么大，估计能卖出至少3亿。爷，我们按这位薛小姐说的位置侦测到了没被开发的矿脉，专家评估为极品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思恒，你和你父亲的眼光一样好，还有你这个手下眼光毒辣，收得很好。我就说我没骗你吧，白爷。思恒，既然那条矿脉是你的手下发现的，那夺下矿脉和开发矿脉的事也交给你，有没有心力？放心吧，白爷。天父，愿赌服输。你那个输出去的休闲会所，还有向强，你城南那条古玩街就都交给思恒吧。白爷，那条古玩街是我最后的堂口了。那条街在你手里亏了多久了？我还能放心给你？天父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，我都听白爷的。您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记得刚刚是不是有人承诺过，如果我说的地方真的有矿脉，他就直播全堂口裸奔来着？看什么？笑得这么开心？看周天富的直播，没想到他还挺豁得出去的。周天富能从草根走到今天的位置，靠的就是他不要脸。周天富送给白爷的博山炉被查出来是假的，白爷很生气，估计他会安分一阵子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是1000万。
作为你帮忙的报酬。事情都结束了，那我也应该走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可以走了？老板，不带你这样的，说好的办完这件事就兑现承诺。我只答应让你自由，没说准你离开。你现在已经得罪了周天赋，现在离开，你一个人肯定活不了。那你想怎样？留下来给我当副手，还有和我在一起。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。你难道不想向你后妈和继妹报仇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好啊，那沈爷想怎么帮我？我带人查到薛氏的资金链已经开始紧张，我正好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你后妈和继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拍卖会？沈家刚拿到这么大的蛋糕，总要邀请黑白两道的朋友来长长脸。这是我沈家的信物，沈家的资源随你调动，你到时候作为我的女伴一起出场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沈爷为了把我留下，还真是下足了血本。沈爷，沈思恒，不会吧？这就害羞了？耀祖哥，这次真的多亏你，要不然我们都进不来。是啊，耀祖，我听说沈思恒沈堂主现在风头正兴，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。放心吧，我可是沈爷的得力手下，沈爷今晚肯定会到。要能借这个机会，我和婉就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了。沈爷到！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薛宝儿，你不是已经被卖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柳如烟、薛婉婉终于出现了。你们没长眼睛吗？来这里当然是参加拍卖会。沈爷，我们进去吧。沈爷，你叫他沈爷？怎么想认识沈爷？你们还不够格。薛宝儿，你撒谎也不打草稿。沈爷是什么人物，也是你能认识的。我看你就是随便找了个小白脸也敢冒充沈爷。沈爷，说好的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别插手。小白脸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沈思恒？我告诉你，我未来女婿可是沈爷的左膀右臂，我现在就叫他来揭穿你，把你赶出去。耀祖，有人欺负我和婉婉，你快过来帮忙啊！谁敢欺负我女人？这女人竟敢找人假扮沈爷，你快揭穿他们！我也就是个底层小头目，要不是这次所有沈家的都收到了请柬，我哪有机会见他？不过沈爷那么大的人物，不可能一个保镖都不带，他肯定是假的。沈爷怎么可能是这种小白脸儿？你们真是胆子肥了，也敢冒充沈爷！我就知道你根本不可能认识沈爷。薛宝儿，你哪来的钱找的小白脸？不会是偷了你金主的钱吧？你做这种事儿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几位，什么事儿？保安！这里有人假冒沈爷想混进来，快把他们赶出去！这位小姐，还有这位先生，请出示身份证明。你不认识我？小白脸儿，你这脸皮够厚的，人家沈家的保安都不认识你，我看你怎么装。人你不认识，这个你总认识吧？这是家主信物，难道那位真的是？抱歉，我是今天才来这边的，没关系，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婉婉，薛宝儿那个贱人，不会真的认识了什么厉害的人吧？他能认识什么厉害的人？我看他就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骗过了保安。放心吧，妈，等会儿拍卖会开始，他肯定要露馅。薛宝儿，一会儿轮到要真金白银叫价的时候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各位贵宾晚上好，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，明代唐伯虎山水画，起拍价300万元。看上什么，随便挑。这是唐伯虎的真迹，至少价值4000万，能不能想办法吞了它？薛宝儿，你哪来的底气在这胡说八道，还学人做鉴定？是啊，还装作一副要拍的样子。就你们这两个穷光蛋，买得起这里一片瓦吗？ 300万。这小白脸
难不成真是买下薛宝儿的富二代？300万一次，300万2次，300万3次，成交！还真让你说中了，那幅画确实是真品。难道薛宝儿真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学会了鉴宝？第2件拍品：木档敞口翡翠原石开窗料，起拍价300万。哇，好正的帝王绿，这要是满绿，起码得几千万吧？婉婉，咱们把这块原石拍下来，送给沈爷，沈爷肯定喜欢。沈爷喜欢吗？你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。300万。怎么？这块帝王绿出货率不高，最多就值300万。但是薛婉婉既然想要，那我就必须陪她玩玩。900万。薛宝儿，你故意抬价，不就是不想我拍下这块石头吗？本小姐还偏就要定了。1000万。要的就是你偏要跟。1500万。婉婉，1500万已经超预算了。妈，薛宝儿一直在跟价，这块石头恐怕真的有点东西。婉婉说的对，刚刚不是有人说那石头值几千万，咱们得跟。2500万。2500万一次，2500万2次。他归你了，我不跟了。2500万3次，成交。其实那块原石最多也就值300万。我不信，我要现场开始。你耍我们？对，我就是在耍你们，又怎样？薛宝儿，我要你死！婉婉，老子记住你们了。没事吧？对了，你们可别忘了，那石头已经落锤，记得给钱。贵宾您好，刚刚那块帝王绿的拍卖账单已生成，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妈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有这么多钱吗？刷卡。抱歉，余额不足。耀祖哥，你帮帮忙，打个吊坠送沈爷也一样。好了，戏也看完了，该走了。沈爷慢走，宝儿姐慢走。什么？他真的是沈思豪？娃娃，全娃娃！你他妈害死我了！得罪沈爷，还把我也拖下水！薛宝儿，这笔账我要你100倍奉还！薛家那2个收拾完了，是时候利用我的异能，在这古玩街大展鸿鹄了。唉，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淘到好东西。要不看看有什么好石头吧？白少，您这眼光真是毒辣，这可是正宗的莫西沙料。您看这皮壳的颜色纹路，包出货。
好，就这块了。等等，这是块马匹料，就值500块。臭丫头，又是你！美女，你刚刚说这是块马匹料，我警告你，少在这儿乱说话！要是坏了白少的大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这个人从不乱说话，我说它是马匹料，它就是马匹料。何以见得？这石头看似是块墨西沙料，其实是人工伪造的。你看这皮壳都包浆了。臭丫头，别以为在白爷面前露过脸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白少都点头的料子，用你在这指手画脚，给老子滚！你就是给我爸找到矿脉的那个女鉴宝师薛宝儿？莫非你是白爷的儿子？没错，我叫白妍飞。我爸可没少跟我夸你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大美人。你倒是和白爷有点不一样。听我爸说的你这么厉害，那你帮我看看这2块石头怎么样？这2块石头都不怎么样。这2块石头都不怎么样。白少，她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懂什么？我这儿的石头可都是从帕谷和木大场口来的，上好的料子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这块的确是帕杆料，但不是冰种，价值也就1万出头。这块就更不值钱了，最多9000。这么有把握？要是你鉴定错了呢？我不会错。好，那我就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。去把这几件石头开了。我想到了，要是你说错了，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你放心，不会有这种可能性。白少，都被这女人说中了。看来你当不成我女朋友喽。白少，既然你这里事情结束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等等，其实我这次出来是想给我爸挑块石头，要不你帮我长长眼？既然是帮白爷挑石头，那这个忙我肯定得帮啊。我看过了，摆在外面的原石这块最值钱，价值1500万。丫头，我承认你有点本事，但这破石头我早就开过了，要是能出货，还用得着你来？要是我赌对了呢？皮壳松散，也没有透光，这真的能出好料吗？你不会看走眼了吧？我说过，我不会错。麻烦拿根粉笔来，就照着这条线开，让师傅别切偏了。哼，臭丫头，我可是好心，别等翻了车不好收场。向老板，你还没说，要是我赌对了怎么办呢？这石头要是真开出好料，我白送你；但要是开不出来，你就要在门口跪下来给老子道歉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啊，白少出了，是极品帝王绿，价值1500万以上。什么？极品帝王绿？是你的吗？就瞎碰。向老板，愿赌服输，这帝王绿就算你送给白少的了。宝儿姐，这回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向强，我白妍飞是不再会花钱，但不等于我是冤大头，我动不了你。但今天这件事，我会如实上报给白爷。白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走吧，宝儿姐。
白爷知道了会怎么做？一次充好还卖假货，他败的可是我们白龙帮的名声，当然是帮规处置。大概至少会断一条胳膊。宝儿姐，你害怕了？我还以为白爷会杀了他。怎么会？他们这些老人好歹跟了我爸那么多年，除非被他们被残，否则我爸一定会保下他们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你，原来是在这儿陪白少。好久不见，老沈，还没恭喜你获得古玩街的管理权。白少在这儿干什么？来看石头。多亏宝儿姐，要不今天我就要亏死了。沈爷，找我有事。我刚接手古玩街，要找个有经验的人帮我长眼。所以，你就想到来找我了？不会让你白干活。这条街你看中的宝贝都可以拿走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要反悔啊！一整条街随便挑。老沈，你这手笔可真够大的。白少不是见识过了，他的价值比这条街大。我竟无法反驳你。妈呀，被帅哥包围就已经很让人心动了，还被帅哥当着面夸，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把持不住的。走吧，不是说要帮你鉴宝吗？白少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向强向来睚眦必报，你已经得罪了他，他很可能不会放过你。沈爷这就知道了。古玩街现在是我的势力，想知道什么，并不难。那你还让我帮你长眼？让你长眼是真的。古玩街虽然归我管，但各家店铺背后各有其主，像向强这种弄虚作假的也不在少数。那个向强和周天赋是一伙的，你之前帮我打了周天赋的脸，现在又打了向强的脸，以后你一个人少接近他。这不是还有你吗？天塌下来有你这个高个的顶着，我怕什么？你倒是会找靠山。你现在可是我老板，我不靠你靠谁啊？薛宝儿是吧？有人让我们给你长个教训。靠山，你是不是乌鸦嘴？是向强派你们来的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算哪根葱？小白脸儿，识相的就把那个女的交出来，要不然老子连你一起打！哼！你们两个现在还笑得出来？等着，老子马上让你知道什么叫想哭都哭不出！兄弟们，上！我再问一遍，是不是向强派你们来的？不说就打断你们的手脚。我说，就是玉器店的向老板，他让我们好好给这位小姐一个教训，让她知道谁才是这条街的老大。思恒，别打了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沈思恒也很好奇，他觉得谁才是这里的老大。沈思恒，您是古玩街新的画事人沈爷。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马上滚，这就滚。还笑？人都要来教训你了。好好好，我不笑了。走吧，先去干活。
薛小姐、沈爷，这是我们老板多年前收来的镇店之宝，请长眼。掌柜，你这个碗可是大宝贝，千万要好好保管，价值1亿。一定，一定，谢谢薛小姐，谢谢沈爷。假的。瓶子假的，那只鼻仙壶真的，价值500万。薛小姐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可是这鼻烟壶收上来才不到50块钱。他说是真的，就一定是真的。我可以保证是真的，老板不放心也可以找别人鉴定一下。走吧，去下一家。仿品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这么多件藏品，居然一件真的都没有，你不解释一下？这会不会是薛小姐看错了？告诉你们老板，你们铺子的情况我会如实上报白爷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新店开业，大家随便看啊。哎，这之前不是家玉器铺吗？那玉器铺老板连白少都坑，被沈爷带人赶走，估计回不来了。听说这个奇珍铺的新老板是白爷的人，鉴宝很有一套。当铺拍卖那只500万的鼻烟壶就是他鉴定的。这么厉害，那他家的东西肯定都是好货，我得赶紧看看。对对对，咱都赶紧去看看，别好东西被人抢了。恭喜开业！好东西啊！正好我这店里还缺一件镇店的宝贝。你看上周季拍卖好了，那就是玉器铺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而且你把铺子给我，还能狠狠从周天富身上撕下来一块肉，不是吗？你倒是会占便宜，不过你的提议确实很有吸引力，那铺子是你的了。那沈爷，合作愉快。沈爷这又是唱哪出？我把整个古玩街地段最好的铺子送你，就一句合作愉快。那我亲一下你，就当报酬了。新店开业，大家随便看啊。哎，这之前不是家玉器铺吗？那玉器铺老板连白少都坑，被沈爷带人赶走，估计回不来了。听说这个奇珍铺的新老板是白爷的人，鉴宝很有一套。当铺拍卖那只500万的鼻烟壶就是他鉴定的。这么厉害，那他家的东西肯定都是好货，我得赶紧看看。对对对，咱都赶紧去看看，别好东西被人抢了。恭喜开业！好东西啊！正好我这店里还缺一件镇店的宝贝。薛小姐，生意兴隆啊！这是我爸给你送的开门礼。谢白爷，谢白少。谢什么？都是自家人。白少最近很闲啊，沈爷不是很忙吗？还有空来参加宝儿姐的开业仪式？注意称呼，宝儿和你很熟吗？你不懂，我们这叫一见如故。
谁跟你一见如故？两位大佬，咱能先把东西放下再说吗？这盒子太沉了，我拿不动。辛苦了，你们直接进屋，把东西放到柜台后面就行。小样儿，还不是轻松拿捏你们？好，好得很！薛宝儿，沈思恒，谁？是我，上墙。天父，你要的那2个女人我给你带来了，让他们在门外等着。薛宝儿、沈思恒，非要盯着我作对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怎么回事啊？外面突然来了2个女人，自称是宝儿姐的亲戚，被宝儿姐用假货骗了，正在闹事儿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妈，你确定咱们真的要这么做？这儿可是沈爷的地盘，这要是让他知道了，咱们肯定会死的。要不是你非得拍那个破石头，害咱们家欠了一大笔钱，我们怎么会被姓周的逼到这个份上？我也是被骗的，都怪薛宝儿，都是他故意设计害我们。我们不好过，薛宝儿也别想好过。就算死，我也要拖着他一起。旗帜铺的老板，给我滚出来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家店卖假货，赚黑心钱啊！奇珍铺不是沈家新上任的长眼开的铺子吗？听说那个长眼还挺厉害的。我呸！他那名声就是装出来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是这铺子的老板的亲戚。这铺子老板根本不是专业鉴定师，连鉴定师证都没有。不会吧？那沈爷还敢用他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沈爷和这个奇珍铺的薛老板有一腿，我看他们就是联手做局，给我们这些买家下套呢。我们就是想着自家亲戚又是白龙帮的地盘，应该没人敢造假，才倾家荡产买了件古董。谁知道这个薛宝儿连熟人都坑，这也太嚣张了，绝不能放任这种事啊！对，是真是假，得让薛老板出来说清楚。听说有人要找我要说法。沈爷，这个薛宝儿拿一件假货，用真货的价格卖给我们，你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店里的账本流水你也看过，我可没见过他们。听到了吗？他没见过你们。沈爷，你不能因为薛宝儿和你关系不一般就包庇他呀！你在质疑我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还把货和收据都带来了。就是这个花瓶，这可是我们母女攒了半辈子的钱，全打水漂了。这事儿你不适合出面，让我来。好，需要我帮忙就说。小事，看我的。这票据确实是我店里开出的。大家快看啊，他承认了，薛宝儿赔钱。宝儿姐，我们也不想闹成这样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承认错误，再赔一笔钱给我们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是说，票据是我开的，但瓶子可不是我这里卖出去的。你们拿一个货不对表的瓶子，想骗我给你们赔钱，想的也太美了。宝儿姐，这瓶子明明就是在你这儿买的啊！就是，要不是在你家买的，我们哪来的票据？你们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这个瓶子是从我店里买的？不是你这买的，还能是哪儿买的？薛宝儿，做人要讲良心，你不要睁眼说瞎话啊！我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，
这瓶子就是从奇珍铺买的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大家也在这里做个见证。你们既然说瓶子是我这儿买的，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看的货？谁接待的你们？不用看票据，我奇珍铺的票据都是写的出货日，和客人看货的时间绝对不一样。怎么，搭不上来了？还是说你们根本就没看过货？这我怎么可能记得那么多？反正就是在出货的前2天，是你亲自接待的我们。你确定是前2天？姐姐，我们可是你最后的亲人了，你真的要为了以前的事儿，非得对我们赶尽杀绝吗？我只是作为一个卖家，正常的向买家提问，你害怕什么？我没有害怕，我只是在想你的问题。这张票据的时间是6月9日，按你们的说法，我就算往前推算半个月，从5月15日到6月9日的记录都没有登记有客人看过这只明清珐琅彩瓷瓶。事实上，奇珍铺每件藏品都由我七面亲自经手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票据上那件瓷器，买家实际是4月就已经在我这下了定金，只是这名买家来自海外，因为签证问题一直迟迟没有来取走这件藏品。请问2位，你们是怎么把4月份的事记成6月份发生的呢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故意改了记录时间？账本是你们的，还不是你说了算？柳如烟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说过，奇珍铺每件藏品都由我亲自经手，所以有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可以证明：指纹。我从一开始就没碰他们的花瓶，只要直接检查那只瓶子上有没有我的指纹，就能确认东西是不是奇珍铺出的。这么久了，指纹怎么可能还留存在瓶子上？早都擦干净了。有一个地方，只要是收藏古董花瓶的人，就一定知道不能碰，那就是瓶底的印尖部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做个鉴定？放心吧，今天之后，他们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只是担心票据被冒用的事会越来越多。恐怕这件事得报告给白爷听。好好说话，少动手动脚，看得真紧。按照你给的线索，我们从藏品买家和票据流向2个方向做了调查，结果还真被我们找到几个老熟人。周天富，又是他！还好你们发现的早，这个周天富早就串通了一帮造假和倒卖古董的贩子，骗了道上不少人。我爸知道后差点没气死。现在那2个蠢货惨了，我爸已经把他们从帮会除名，到好几个势力也对他们下了追杀令，他们估计活不了多久喽。所以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通知宝儿姐，我爸有意向让她接手空下来的堂主位置。怎么样，宝儿姐，敢不敢上？有何不可？宝儿，我很看好你，以后白龙帮就靠你们年轻人了。谢白爷厚爱，宝儿定不负所托，誓死效忠白龙帮。好，起来吧，坐下说话。那不是沈副庄主和白副庄主吗？他们在等谁？还能等谁？当然是白爷去世以后，这2位力挺上位的新庄主宝儿姐。
宝儿姐好。白龙帮帮主，这只是一个里程碑。有了透视异能的我，还将走得更高更远。